上一期我们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文明时代的某些理论，其思维方式与原始巫术一脉相承，区别只在于原始巫术用仪式和象征来表达，而理论化的巫术用概念和体系来说话。本期我们进入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体系之阴阳五行学说。展银新教授对他的判断直截了当，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是原始巫术思想的理论化结晶。这个判断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逐一剖析。先看阴阳学说。第一部分，阴阳学说从日光向背到宇宙法则。阴和阳这两个字的本意并不复杂，阳的意思是明亮，日光照射之处；阴的意思是阴暗，日光遮蔽之处。它们只是一对普通的对立概念，和上下、大小、冷暖没有什么不同。然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这对概念经历了一次惊人的扩张，它们从一对具体的描述词汇变成了宇宙间一切对立面的总称。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展银新教授分析指出，原始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受到各种对立面的存在，天在上，地在下，日出为昼，月出为夜，人有男女，兽有雌雄，夏季暑热，冬季寒凉，这些对立概念在原始时代就已经产生。然而原始思维有一个重要特征，列维不留二称之为互渗。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某个对立概念很容易与另一个对立概念建立起稳定的联系。太阳总是温暖的，月亮却并不温暖，于是太阳就与温暖相联系，月亮则与寒凉相联系。这种联系一旦形成，凡是温暖的事物就被认为具有太阳的属性，凡是寒凉的事物则被认为具有月亮的属性。太阳只能与明亮、刚强、男性相联系，月亮只能与黑夜、温柔、女性相联系，不能反过来。到了战国时代，阴阳家将几乎所有当时注意到的对立面都连接在一个系统之中，明亮、刚强、热烈、运动、轻轻的属于阳，阴暗、柔弱、冷清、静止、重浊的属于阴，天与地，动与静，刚与柔，火与水，寒与暑，日与月，圆与缺，明与暗，昼与夜等等，都被纳入了这个二元分类系统。阴阳概念的意义扩张有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大约在西周晚期，阴阳开始被作为一种气来看待。国语、周语记载，周幽王2年，也就是公元前780年，周地渭水流域发生地震。周王室的伯阳父解释说，天地之气的变化是有规律秩序的，如果阳气藏伏在下，受到阴气的逼迫而不能上升出来，阴阳两气的激烈冲突就会造成大地震动。现在渭水流域地震就是由于阳气受到阴气压迫而不能正常运行。请注意这个解释的思维特征，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伯阳父用阳气受困于阴气来解释它的成因。这个解释将地壳运动这种物理现象与气的阴阳属性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类推思维。社会中有上下尊卑，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是正常秩序，阳气在下而阴气在上就是反常，反常就引起冲突，冲突就引发震动，自然现象被赋予了社会秩序的隐喻。尽管伯阳父的解释在今天我们看来并不科学，但你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理论。它有概念，阴气和阳气，它有因果链条，阳伏而不能出，阴破而不能争，导致地震。它甚至可以做出预测，伯阳父预言不过10年矣，而那一年恰好是周幽王10年，它有解释力和预测力，这正是理论的基本特征。但它的底层逻辑仍然是将社会秩序的概念投射到自然现象上，一种基于类推的思维方式。这正是展银新教授所说的原始巫术思想的理论化。从这段史料中，我们还可以读出另一层意味。伯阳父紧接着说，地震是国家将要灭亡的征兆。他说，过去伊水、洛水干涸，夏朝就灭亡了；黄河干涸，商朝就灭亡了。现在周朝的情况和夏商末年一样，不过10年就要灭亡。这段话将自然现象与政治命运直接挂钩。地震不只是地震，而是天意的表达。阴阳失调不只是自然原因，而根源于人之过失。这里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思想
图景，一个完整的阴阳失调导致自然灾害，进而导致政治衰亡的链条。阴阳学说的底色是一种建立在互胜思维上的政治伦理学，它以宇宙规律镜像人间秩序，又以人间道德反推天地运行，它是自然哲学，更是道德学说。进一步来看这个过程的理论结构，春秋思想家并不是凭空创造了阴阳宇宙论，他们做了3件事。第一，将阴和阳从众多个别对立项目中单独提出来，作为最基本的二元。第二，借助气的传统概念，气可以是水气、呼吸、风、云，将它高度抽象化为普遍存在的宇宙机制。第三，用阴阳二气的周流来解释一切变动，包括季节、气候、人体乃至政治兴衰，每一步都是用可感的日常经验推而大之。这正是邹衍先验小物，推而大之的方法，也是泰勒所说的把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现象不适当地扩大推广的错误联想。从阴处与阳处有温度差异，推到世间万物皆可二分；从气流可以推动东西，推到阴阳之气推动天地运行。这套思想之所以说服了当时最聪明的人，是因为他们找得到另一套可以同样系统解释这么多现象的理论。而它的力量就在这里，它不是孤立的巫术行为，它是一个体系。